哎，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。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了。有人说嘛，有一种虾系男友，去头可食。他是海螺系男友，想食他得先宰肚子，食他需掐头再去尾。但实话实说，他以前的颜值咱说嘿我够用还带拐弯。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，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，女朋友不断，而且净招姐姐，人走的是纯欲风，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。但都是咋黄的呢？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。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，她一带女朋友回家，人女生喝口奶，我婆婆管人要钱；人女生吃个披萨，我婆婆管人要钱。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，咋回事呢？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，来了一顿擦地消毒，就是不吃饭。哎呦，我婆婆好生喜爱呀。这个好着，这段你写了可以留下，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。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，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。我就发现他的头发呢越来越少，我就有点担心。他说没事儿，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，不会再掉了。因为啥呢？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。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，但是没事儿，他不是我亲爸。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，那头发长得跟胶粪子似的，龇牙咧嘴的长的。放心，我随那个吧，我随那个吧。我就信了嘛。若干年后的一天，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说，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，现在想重逢。发来了一张近照，我一看完了，BBQ 了，还不如他后爸呢。锃亮的脑瓜子，啥也没有，锃亮。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，你都别看他，你看他你都打滑，你坡路都不能骑车。古代看亲生父子，两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。尹家看亲生父子，俩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。所以这一年我就发现他的颜值啊，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，我斥巨资给他整的一人妆发呀，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，整整吹了40分钟。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，就既内卷又躺平，你说气人吗？为了婚礼，人2月没剪头发，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？直到那一秒，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？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，开心了，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，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？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，天蓬元帅弼马温，人这头发一趴下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敬第一圈酒的时候，别人说，哎，你说彩楠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。等我们第2圈敬酒的时候，哎妈，还是刚才那人吗？哎，都说外国人老得快，咋这么快呢？咋这么快呢？我呢，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，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，从头开始，就用这款 KONO 轻盈控油洗发水，泡沫嘎嘎多，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。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，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，洗完一点不干涩，顺滑轻盈有光泽呀。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，头发根根分明。就他这种底子的，都把发量显得贼多，他都能洗成这样，你说这个 KONO 小开瓶是有多胖？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，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。我女儿在伦敦最近学汉语呢，她和教她的老师都疯了。我女儿在伦敦上这个学校呢，最近课后辅导班开设了汉语课，学校就问我老公孩子参不参加，我老公说参加。我说能有汉语老师教课多好啊，赶紧抓住我！我现在不在孩子身边，他汉语都退化了，不光在学校学，周末把老师给我请到家里来，1对1辅导。结果呢，上周末老师就来到了家里嘛，我在旁边就是视频远程观望，给我逗稀了。我女儿汉语的这点残存的花蕾呢，是铁岭的化肥浇灌出来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她并不知道普通话的本来面目是啥，她认为自己学那玩意儿就是标准的普通话。然后来这老师呢是中国台湾的，这老师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属于就是字正汉腔圆。然后呢，老师就问我女儿，糟的，我们今天这样子，我们来复习一下颜色哈。你看今天的天气有没有很晴朗？我就看我女儿当时瞅着老师，心里老困惑了，寻思这老师咋不好好说话呢？有没有很晴朗？然后我女儿说啊，老师说，那你告诉老师今天的天气是什么颜色？我女儿说蓝色。老师说好棒哦，那你告诉老师哈，是什么蓝？我女儿怔住了，思考了片刻，她说瓦蓝。瓦蓝。老师也怔住了，但是他很有耐性的又问了一遍，你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哈，是什么蓝？老师呢也不知道瓦蓝是什么蓝，最后就放弃了，跟我女儿说是天蓝了啦。你看到糟的，今天的天怎么样？很蓝有没有？因为今天的太阳怎么样？很什么？我女儿就搁这寻思，今天的太阳很什么？然后说毒。老师一听又愣那了，我女儿一寻思，那毒可能不对，想了一下说晒。老师也彻底造懵了，因为这老师他教过很多就一点汉语不会的外国小孩，但那你就得从零开始跟他沟通。我女儿呢好像还能跟你沟通，但是又完全无法沟通。反正老师当时脑袋里应该是瓦蓝，然后跟我女儿说是大了啦，今天的太阳很大。我女儿很淡定的问老师哪天太阳小啊？最后老师提前下课了嘛，就是走了，走之前问我老公，就我的普通话怎么跟你女儿对不上呢？你确定她有汉语基础吗？怎么回事呢？
然后我老公呢，那点汉语也是铁岭学的，所以他也不懂是咋回事。结果老师都走了，爷俩还搁那对题呢，哪不对呢？就天瓦蓝，云漂白，现在的太阳湛亮，吃完下晚饭却黑吗？哪儿不对呢？张大铁到哈尔滨玩的时候，吃鱼被一个大鱼刺给卡了，下了诊所的手术床。说的第一句话是啥？你们谁也想不到。我们前两天不是去哈尔滨玩去了吗？我到那儿我一刷手机，我说刘亦菲现在也在哈尔滨呢。此刻咱说不定能偶遇呢。张大铁问谁是刘亦菲，我就给他看一下刘亦菲照片，他认识。其实张大铁老看刘亦菲，我在家我前一段时间老看刘亦菲的电视剧嘛，张大铁老跟我一起看，爱看。所以张大铁一听说刘亦菲在哈尔滨，他十分激动，高兴坏了，问我刘亦菲就在这儿呢？我说对呀。他说那咱别在酒店待着了，出去找刘亦菲去。我就在酒店跟他一起了一些往事。我说你知道吗？你爸当年刚认识妈妈的时候，审美畸形，说刘亦菲没有你妈好看，给张大铁听懵了。这长得多带劲呢，这大高个多好看呀，我喜欢。然后我们就出发了。张大铁说他今天一定要在哈尔滨找到刘亦菲。我说街上那么老多人，你咋确定哪个是刘亦菲呀？张大铁没吱声，他也觉得不管咋说得有个照片，有个参照物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大波浪头发、长得无比美丽的女子就是刘亦菲。于是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心生一计，把酒店客房服务的卡偷走了。于是我们在哈尔滨玩的所有的景点，因为小达在加拿大待过很长时间嘛，所以他特别喜欢这种有冰雪的城市，很享受。而张大铁一心只想着另一件事儿。其实是刘亦菲吗？保安都看懵了，因为张大铁特别像一个拿着传单拉黑客的黑导游。我们受不了了，一把把他抱走了。他双脚离地了，张大铁自己琢磨该改变战术了。啥事心里都惦记着刘亦菲。这是给刘亦菲留的。亦菲没找到，但尔滨的热情暖人心，就连尔滨的果品之光飞鹤也暖到咱心坎了。飞鹤的2小时生态圈，从挤奶到加工只需要2小时，奶粉品质优先，63年零事故，用前沿科技为聪明宝宝添益。飞鹤真是给尔滨上大分了。我们在哈尔滨待了2天，张大铁一直没有放弃找他的刘亦菲，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们吃着这尔滨的最后一顿饭，张大铁知道遇见刘亦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大铁吃鱼一个不小心把嗓子给卡了，突然间就开始一顿咳嗽。我说别的招都不一定好使，赶紧去医院吧。幸好楼下就诊所，到了那儿就要给他架台上。张大铁回头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会哭的，我会很勇敢。”然后让我把他拔刺这过程，他有多勇敢多爷们儿给他录下来。啊，这是我很棒很棒。哎，哇，太厉害了！还疼吗？不疼。结果下了手术台，回到餐桌，人张大铁第一句话是：刚才那视频给刘亦菲看一下，给刘亦菲看一